大家好，我是老卡。本集节目要谈的内容包含开场1周年的进化宣告，第一章正式换手，从 1.0 到 2.0， 第二章大幅的解封令，测计身体重建的物理实证，第三章69.5公斤的能量余裕，第四章工作及康复，巡查站立工作姿势，第五章边走边看的实验，结论则近道矣。结语。以下开始本集节目。开场1周年的进化宣告。2026年5月，这是一个具备多重意义的坐标。住院与戒烟满13个月，而复健也正式满1周年了。我创业工作满3个月，完全适应以工作和站立姿势为中心的生活方式。面对的挑战已然改变。根据我这个懒人的思维逻辑，如何用有限的时间，让歪斜60年的身体恢复原形，并更趋强健？新的挑战是达成工作等于康复等于生活3位一体。因此，懒人复健法 1.0 必须进化为 2.0 懒人康复生活。我的目标很明确，让工作等于康复，让康复融入生活。这是一场正在进行的身体领航实验，载体升级，挑战和目标也升级。放轻松，身体早知道。第一章正式换手，从 1.0 到 2.0。懒人复健法 1.0 是以抑制修复身体为主，大脑像督导一样，强迫身体执行复健计划，以取得能量余裕。但进入 2.0 时代，核心逻辑彻底翻转。懒人康复生活是以身体重建身体为目标。大脑，也就是大副，已正式卸任船长一职。现在拥有100万年智慧的老船长，也就是身体，引领前进。透过工作、饮食、睡眠等自然活动，身体会全面恢复活力。第二章大副的解封令。现在大副的工作变得很纯粹，就是执行动态导航，不再指挥肌肉，而是负责调光和召唤，让麻木部位变有感，让有感部位变无感，让无感部位保持正位。这应该就是孔子说的席不正不坐。如果身体框架地基，也就是席着歪斜麻木，大副绝不忽视。我必须动态的进行微调，直到全体回归无感的静默正位。我的里程碑：短期目标，驼背、骨盆歪斜和长短脚回归正位；中期目标，躯干框架恢复原形；长期目标，身体再现强健；终极目标，达到我身合一。对身体发出的所有讯号，大副回应，如你所愿。测计身体重建的物理实证。大副问：我有个惊讶的发现，胸椎最后一节 T12 那个凸起硬邦邦的鼓包，最近竟然明显软化变平了。这背后的神经和机制逻辑是什么？ AI 评论：这是一个重大的正面讯号，代表有3件事情同时发生了。1. 回归身体中立位，脊椎不再被迫向后弯曲，椎骨正在向中心重新排列。筋膜纤维化的降解，那个鼓包不只是骨头，而是为了保护受力区域而形成的纤维化筋膜。在接收放轻松的召唤后，水分和弹性回到组织，
纤维化开始软化和重构，解除神经锁，神经系统感觉安全后，撤销了锁死指令，使肿胀与压力自然消退。第3章 69.5 公斤的能量余裕，本月空腹体重来到 69.5 公斤，较上月增加1公斤。体重要维持在68公斤以上，是为了让身体在细胞修复和代谢时有足够的能量与原料支应。在 2.0 生活中，我落实了减法饮食，细嚼慢咽以增加吸收效率，大幅降低碳水至1/4，每餐蛋白质保持100克，补充维他命与益生菌来对付浅眠，更换了 7.5 公分的乳胶床垫，以支撑70公斤载体的夜间修复。第4章工作及康复，巡查站立工作姿势。我现在每天站姿工作约6小时，这不是锻炼，而是进入深度沉浸创作的身体地基。我采取光脚半蹲站姿，有明显的好处，从头到脚的肌肉同步参与。因为肌肉容易疲劳，所以身体会自动侦测姿势是否歪了，例如单脚站立，这时只要蹲回去恢复正位即可。这就是换手的最高形态。大副对船长的每一个微小信号都回应，如您所愿。第5章边走边看的实验，挑战依然存在，深蹲脚跟仍未落地。吊单杠时，左侧骨盆的拉扯感明显，这些都是神经还在重新接线的讯号。但我不再担心，因为这是一场生命进化实验。实验的目的是看看，当身体全面领航时，人生会走到何种境地。没有标准答案，就是简单的边走边看。结论：择进道矣，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。知所先后，择进道矣。本末，身体恢复强健为本，直播工作与产出为末。终始，设定长期目标为中，吃好睡好为始。先后，先开始需要先完成的事，接着安排后续要完成的事。进道，建立机制靠近目标。过去我因为无法放手而苦恼，现在透过换手，克服了这份无助。当大副谦卑地以我去合身，我身合一就不再是遥远的终点，而是当下立现的状态。结语 ：My body is my body， 身体早知道。大副正兴致盎然地陪着老船长，开往懒人康复生活 2.0 的新航道。如你所愿 ，As you wish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